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0算，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女仆模组 1.3.8 版本的更新内容。我们在过去呢也是更新了很多个小版本，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更新，我们做一个视频介绍一下。首先呢是一些动画和材质的更新。第一个呢就是打雪仗的动画，这个是由硬拜 L 之前做的一个动画，大家都觉得很喜欢，于是我就把它加进了女仆模组里面。所以现在呢，它在拾取这个雪球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动画。另外一个呢，就是默认的2个酒壶材质的一个修正啊，这也是感谢白帆小妙做的这些材质更新。新版的材质呢，看起来也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可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女仆呢是多了一些全新的待机动画，这待机动画呢也是新西海螺帮忙做的啊，非常感谢。接下来是材质方面的更新，这个也是感谢康帮忙制作的材质更新啊。现在几乎所有的女仆模组的物品呢都更换了新版材质，并且新版材质呢相当数量的都是一些动态类型的材质。除此之外呢，我们觉得女仆的床也有点单调，于是给它增加了很多个颜色变种。做法呢就是放一个床，然后拿着对应的染料釉机就可以进行变化。目前支持的染料呢有白色、黑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还有默认我们把它设定为粉红色，这样几种床。接下来呢就是扫帚的更新。过去这个扫帚呢操作非常的麻烦，惯性大不说，而且呢很容易碰头。现在新版本的扫帚呢更加的方便了。首先呢是我们脱离扫帚摁的是 C 键，如果摁的 C 键不起作用，你检查一下有没有键位冲突，并且呢我们在飞行的时候可以摁住空格键垂直起飞， Shift 键垂直降落，并且在飞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惯性是比较小的，这样子如果你在飞行状态修建一些建筑会更加的方便。同时呢在飞行过程中它有一个碰撞箱的检测，不容易碰头了，这样子我们在一些狭小空间飞行或者是地域飞行的时候呢就不容易撞到墙了。之前呢 1.3.7 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坐在扫帚上没有办法放置方块，这 bug 呢在 1.3.8 也修正了啊，大家记得更新一下。还有一个小细节修正，就是你这个扫帚上没有女仆的时候，你摁 E 键也是可以打开背包的，过去的话是打不开的。但这个更新呢会导致另一个模组产生冲突崩溃，所以你需要更新一下你的 Made Useful Task 这个模组。下一个兼容的是机械动力的思索模组，我们现在可以对着玉璧按住 W 键进行思索，它会教你如何搭建祭坛，尤其是祭坛最后出发的时候需要点击的方块。过去经常有人问不知道怎么去点方块，或者是点错方向，现在呢应该就不会了吧。下一个呢是女仆的经验提取，在默认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玻璃瓶去提取女仆的经验，这样很不方便，所以如果你装了精妙背包，就可以使用精妙背包对着女仆提取经验。需要注意的是，精妙背包在安装了储罐升级和经验泵升级以后呢，它才能够提取经验。然后呢，你拿了这样的背包，对着女仆按住 Shift 键右击一下，就可以看到经验呢被转移到了我们的背包里，而女仆相应的经验呢获得了减少啊。下个更新的是女仆的寻敌范围和攻击距离。过去呢这个寻敌范围是8格，现在呢我们把它修改成工作范围挂钩的，工作范围越大了，自然寻敌范围也就越大。那女仆呢还有一个攻击距离，现在我们也是给它增加了一个 Forge 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功能啊，所以一些其他模组如果修改了这个直接接触这个范围，那么女仆的攻击距离自然也会扩大啊，女仆就可以站在家里面直接把外面的敌人横扫而光了。下一个我们更新的内容是孙罗物语的兼容啊。我们知道呢，孙罗物语的这个水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物。女仆呢收获作物有好几种模式，当她主手持有锄头的时候，她会把作物直接打掉；没有锄头的时候呢，它类似于一种右键收割的模式。所以如果在收种水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放锄头，因为它这样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收获。那如果你放了锄头打掉以后，女仆是不会种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女仆吃辣椒，这也是自己玩的时候发现的啊。我们设定这个吃辣椒的话，它会扣血，然后女仆呢就会疯狂的吃辣椒，导致暴毙而亡。所以现在呢，我们添加了这样的一个物品标签，在这个物品标签内呢，女仆都不会去吃的，方便一些其他模组的兼容啊。下个是 AI 对话的一些小问题啊。AI 对话呢，在过去经常会输出一些 JSON 格式错误，所以我们把这个 JSON 格式错误的问题修了。然后呢，又出现了分行的一些 bug， 重复语句的一些 bug， 现在基本上都避免了。包括有的人用这个服务器用对话的时候，经常会抛500错误，这个也修复了。我们感谢一下这个作者发现的问题啊。下个是女仆的一个性能优化。我们在过去发现呢，女仆周围如果掉落物特别多，并且女仆还不能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就会导致服务器性能加剧占用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bug 修正。接下来呢，是一些渲染 bug 的修正啊。女仆在过去渲染这个聊天气泡，在一些光影下会非常的亮，这是一个 bug。现在我们把它修正了。还有一些模型呢，当极少数的一些模型会出现贴图错误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也修正了，尤其是这个小马模型啊，我们感谢一下瘦老鼠的帮忙。接下来是这个模组刷物品的一个 bug。这个模组的前身呢，就是 R 键整理。我记得 R 键整理当年就有一个刷物品的 bug。现在的女仆的话，装上了这个模组以后，没有办法刷物品了。还有一些非常繁杂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包括女仆死亡后钥匙属性不消失末地你去点那个 Home 模式，会发现它会弹出一个错误的提示框。包括这个 Close Configure， 就我们这个配置界面点开有些时候会崩溃的问题包括工业先锋，这也是工业先锋的问题大石球复制女仆的问题，财运模式罕见的崩溃问题，坐垫对着船不消耗，女仆从船座的坐垫上还在保持游泳的姿势，包括压密库的一个冲突问题隔三差五都能遇到，这问题全部都修了。接下来是 1.21 的一些问题1.21 的话，因为这个更新的变动比较大，所以会有一些比较隐藏的小问题，包括呢棋盘娱乐方块渲染丢失，女仆旗帜渲染错误，停灯呢里面的胶片数据不保存，包括 1.21 的附模没有办法获取，现在附模是可以正常获取的。我们改成了这2种附模，附模台呢村民交易宝箱都可以开到，而这个附模呢只能是通过村民交易还有我们的宝箱能够开到，它是个宝藏性的附模钓鱼也可以获取。还有女仆呢发射出来的弹幕上海玩家的问题， 1.21 的 Carry On 的问题，甘蔗注水里沉浸音乐模组的兼容， 1.21 也能用沉浸音乐了还有包括 Simple Hat 简单帽子的一个兼容，这在 1.21 都做了。下个呢是面向整合包作者的一些修改首先呢就是 Cooper.js 非常常见的一个整合包的魔改工具的兼容，你现在可以用 KJS 去添加新的工作模式、新的视频、新的事件、祭坛的合成、手持物品，也就是我们拿着手持物品对着女仆的一个提示，包括预设的一些 task 模板，你可以通过这些模板去添加一些 AI 相关的功能这里呢我们放一个小片段，这是有其他模组作者做的这个 Cooper.js 的兼容。这里我们放一个小片段，这其他的作者用 Cooper.js 添加的一些女仆新功能，可以看到非常的完备当然我们为一些附属作者添加了更多的事件功能，这个在更新日志里都有说明，包括一些 API 接口的设计这里呢我们还添加了指令，尤其是第一个指令非常的有用，它可以让女仆不乱跑。我们只需要对着一个女仆，然后呢输入 TLM add 指令，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长串的 UID， 然后呢 no AI， 然后呢选择 true， 这时候呢女仆的 AI 功能就被禁用了，可以看到我们无论怎么样移动，女仆都不会乱动，但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交互最后是语言文件的更新，我们感谢北斗14514提交的文件翻译有些翻译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些国外玩家呢翻译提供的日语、越南语、印尼语、俄语的更新内容。那么这就是女仆模组 1.3.8 版本的更新内容，我们期待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